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早安，我是一楼。今天厉害啦！我们一路向南，来到了有荒谬大师、水上之光之称玉林哥的故乡嘉义县水上乡。这一期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深入水上乡探访水上乡，除了嘉义之光之外，到底还藏了什么？不瞒您说，其实我有一点超能力哦，今天就透露给你看。哎呦，它怎么看起来有点像猛毒的感觉啊？水上乡位于嘉义县南部，北接嘉义市西区域太保市，西邻鹿草乡，东接庄埔乡，南以巴掌溪与台南市白河后壁区相望，是嘉义市重要的卫星城市之一，同时也扮演着嘉义县南方门户与交通节点的角色。水上乡旧名水窟头，是源于清代康熙年间汉人移民进入水窟池一带开垦而形成的聚落名称。日治时期1901年设置为嘉义厅直隶的水窟头区。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时，因机场设施分隔，部分聚落改立嘉义街，其余整并为水上庄，隶属台南州嘉义郡。战后行政区多次调整，直至1950年嘉义市改制后，正式定名为嘉义县水上乡，沿用至今。水上乡地处嘉南平原核心巴掌溪北岸，全境地势平坦，且北回归线通过乡境，气候介于热带与副热带气候之间，夏季漫长，冬季温暖，农业条件优越，盛产稻米、瓜果等，也发展出药草栽培与季节性莲花田景观。这里也因北回归线通过，设有具国际知名度的北回太阳馆，境内也保存着多处文化资产，例如限定古迹苦竹寺、具历史意义的嘉义航空站、南靖车站以及观光工厂等地方特色景点。水上乡不仅是嘉义县人口规模第2大，更融合了历史、地理与产业特色，绝对是一座丰富、值得细细探索的隐藏乡镇。北回归线是世界地图上的重要纬线，位于北纬23.5度。由于地轴倾斜及地球的自转与公转，太阳直射地表的位置会随季节在南北之间移动。从地球观测太阳的年度运行轨迹，会呈现出类似8字形的变化，其最北端即为北回归线。北回归线地标是在日治时期1908年，为了纪念纵贯铁路全面通车，所以在水上乡下寮村的铁道旁设立了这个地标，成为台湾的地理跟天文上很重要的地标之一。那台湾也是北回归线通过的16个国家中面积最大的海岛型国家。那同时这个位置也位于省道台一线嘉义航空站进出要道，也是嘉义县非常重要的门户位置哦。由于历经风灾、地震等天灾，北回归线标志先后历经5次修建。第1代标志以天文科学精密计算定位，刻有北回归线与详细经纬度。杯身之上的天球刻有赤经、赤纬度和黄道。天球上端的2只手，南指热带，北指温带，其上还有潮汐的箭头方向，指示北回归线走向。在当时，这是全球最早设立的北回归线标塔之一。因风灾毁损，第2代标志于1921年在原址以木头重建，杯身为4面体设计。1923年，日本裕仁皇太子来台巡视，途经水上乡时，御室改建的泥石塔为第3代标示，以花岗岩砌成竹节状，象征节节高升之意。底座采不规则6角形设计，塔顶则设置圆形石球。1934到1936年间，标志修整补强为第4代，将原本的圆石球改为由3柱支撑的6角形顶盖。顶部还设有潮汐的箭头，用以标示北回归线的走向。只可惜于1941年的草岭大地震中毁损，1942年于原址重建为第5代标志。
因时值二战期间工程重建，采钢筋混凝土，杯身为三角柱造型，顶部设有由3个环圈组成的坐标仪造型装置。1967年修整时，因临近水上空军基地，杯身圆刻的经纬度被认为涉及军事机密而遭剥除。1988年，由政府与民间共同出资，在第5代标志的东侧新建地标馆，成为第6代北回归线标志。同时，也依史料复原已毁损不复存在的第1代到第4代标志模型，原先设置于馆前广场展示。2005年修整第6代建筑时，更名为北回归线太阳馆，也调整了展示位置。将第1到第4代模型移至第5代与第6代标志之间，形成完整的历代严格展示空间。这栋5层楼高的北回归线太阳馆，早期内部设有天文教育中心以及展览观景空间。只是今天来看啊，它目前是没有在维护，1楼的入口处是封闭的，没办法进入哦。你看上面那个 A， 不觉得很像复仇者吗？让我忍不住想大喊 Avenger Assemble！一件优质的饰品不止历久弥新，还能不断推陈出新。安娜路易莎的 Marble Blue 大理石蓝系列就是这样的存在。这条 Pebble 项链啊，从去年佩戴到现在，状态依然温文在线。而今年大理石蓝系列也推出全新款式哦，就像复仇者联盟从今年的6大元老开始，还是持续加入新的成员，让整个团队更加完整。这次加入的新成员是 Dakota Donaker 的耳环和 Aloe 的手环，同样延续 Anna Luisa 的高品质、低敏、防水、不易氧化，并且价格亲民又非常好搭配。这系列啊，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每一件饰品都是采用手工彩绘的，所以你拿到的饰品都会略有不同，但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蓝白相间的颜色，我觉得非常漂亮，很有异国度假的氛围，有种把海跟天空穿戴在身上的感觉，很适合夏天佩戴。耳环跟手环的设计线条都非常利落，很有雕塑感，搭配原本的 Pebble 项链，整体的层次更加完整，就是一个完美的团队啊！Iloilo 的观众现在有福啦！现在点选资讯栏 Iloilo 的专属链接，或是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把你的 Anna Luisa 联盟带回家。Anna Video Assemble！园区内也规划了多项天文主题设施，包含8大行星戏水区、泰坦2号火箭展示、8字形日晷鱼骨天文区的窥阳馆，同时也透过热带与亚热带代表性的植栽配置与省道上象征气候分界的标线，清楚地呈现北回归线在天文与地理上的意义。我跳过去啦，我又跳回来啦。这一条线区分为热带跟亚热带，你打我啊，笨蛋！而且我这辈子没见过这种要求，过来吃我拳头吧！我差一点就在这个舞台上殉职啦！身为社会观察家芝麻的是，与其说它是行星，不如说它是 Open 奖的头吧。好像 Open 奖的头哦。就是电影里常常看到返回地球的太空船吗？对啊，Apollo 13号里面好像有看到这一种舱哦。好像是3人座，有3张躺椅耶。什么？3张躺椅？你当我们去度假吗？在北回归线公园5分钟车程的太空教育馆哦，是近年开放参观的科普教育馆。重点是这里还免费参观哦。那这边原本是北回归线太阳馆的第2馆，后来就转型成是以太空探索跟太空科技为主题的教育馆，也被称为台湾的小 NASA。现在我要去出任务了。北回2馆太空科学教育园区分为户外与室内2大区。户外的星际探索游戏场以太空为主题，设有火箭造型溜滑梯、星体环绕攀爬架、秋千与星座地景等多项游戏设施，结合了游戏与天文想象，相当适合亲子停留。室内的太空教育馆，其建筑设计灵感来自于福尔摩沙卫星1号，共2层楼，1楼为主题与互动展览
2楼则规划为3D 立体剧场，透过影像带领观众认识太空探索与卫星科技。整体以太空、太阳观测与绿能概念为核心，希望将其打造为云嘉南地区的太空科普教育据点。顺带一提，福尔摩沙卫星1号于1999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成功发射，是台湾第一颗人造卫星，象征着台湾正式由卫星接收国迈入卫星发送国，也是台湾太空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哇，这是1楼的金羽席耶！你看变老了，天哪！那怎么变成外国人啦？我觉得我变老之后还蛮帅的啊，低头变秃头，抬头就有头发。抬头有头发，哇！以后直接生发就对了。对啊，真的是你也变蛮漂亮的。怎样？是怎样？还不错哎，所以你在那边的话就会是老少配了。哎呦，会，老少配，你看我到这么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再拿着摄影机在拍照。不瞒您说，其实我有一点超能力哦，今天就透露给你看。哎呦，他怎么看起来有点像猛毒的感觉啊？然后2个吃墨鱼汤嘛啊。说到了水上乡的在地美食，怎么能够错过位于中正路上面的水上老牌草鱼粥呢？这是一间在地开业超过30年的老店哦。而且你们知道吗？它从几点开始营业啊？它从清晨4点半就开始营业了。据说啦，是因为老板说，就是有人睡到一半肚子饿，想要吃粥，那为了造福这些人，所以就这么早就开了，然后从4点半到1点半，所以要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时间。然后啊，刚刚点完餐，老板还交代了这个，说是他们招牌的豆腐，而且你看，抖。看起来好 Q 弹哦！哇，不错，像布丁一样。对啊，谢谢老板娘。感恩。这边最招牌就是它的草鱼粥、草鱼汤，然后说是每天现宰现杀。它的草鱼给的那个肉非常的巨大，很大块哦。还好刚刚没有冲动点其他东西，而且我这样筷子一碰它，它的鱼肉就直接掉下来了，就是很嫩，看起来肉质也是很扎实 Q 弹。不错，好厚哦。它的汤很鲜哦。是假的？来喝喝看。很鲜甜。哦，好喝哦。好不错哦，喝了让大家流连忘返呐。没错，回味再三啦。虽然我是吃鱼苦手，但这个鱼啊，看起来骨头是很大的，对我们来说友善。鱼肉很好吃。真的，因为我们2个都是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我们会觉得好吃，真的好吃。这个 OK 啊。哇，好舒服哦！真的，真的是汤鲜肉嫩啊，这个根本就是鱼排汤了哎。对啊，怎么那么厚啊？对啊，这就看它的粥，然后它的粥是属于饭还是粒粒分明那种，不是说那种有些是软黏黏在一起的那一派的。错。哦，很好吃。很好吃。因为它饭不是那种软黏的，所以还是有一点口感，它又吸到汤的那个鲜甜，我觉得很好吃哎。有一种汤泡饭的感觉，好吃。我本来吃粥是喜欢那种软黏黏的，但是没想到今天吃到这个，我觉得意外了，还不错。果然是水上之光啊！刚刚一进店里啊，就是它店的后面有摆鱼缸，鱼缸里面有养鱼，想说应该不是从那边抓的吧？不会这么的活生生的吧？不是就从那种生猛海鲜吧？好烂哦！怎么那么烂啊？这好像布丁哦。对呀，就是它的外观是有成型的，但里面真的好嫩哦。就像布丁不是有那种生布丁吗？生豆腐。快吃完的时候才发现，这是草鱼的鱼油吗？晶莹剔透的，也好厚实哦。草鱼的布丁。很多卖的都是用浓缩的，用那个蜜饯甜，那我们这个新鲜卖的。老外，餐餐老是在外，一定要来一杯新鲜果汁。
位于水上乡台一线这边的老外健康补给站，它是在地经营20几年的果汁店哦。那为什么店名会叫老外呢？是因为原本老板是想说现代人大多3餐老是在外，那这边可以成为健康的补给站。但是也因为呢，它获得的好口碑实在是太多了，那吸引大量的外籍游客以及外地人前来这边购买，因而就变成真正的老外。哎，没错吧？然后这间啊，老板说他们的果汁啊都是使用新鲜当季的水果去打的，再加上老板非常有实验的精神，都会一直研发出不同的组合，各种排列组合，所以好像每次来啊，可能菜单都会不太一样。他这边最招牌的就是他的桑葚，但可惜现在来的季节不对，没有办法买到桑葚。好像说是4月，而且大概就是只有1个月的时间。なるほど。但是现在呢，有蔓越莓柠檬，他们说他们的4莓，什么蔓越莓啊、红莓都是招牌。不错不错。那我今天这杯也很特别，是哈密瓜椰奶我没听过，完全没喝过没有错，符合老是在外哦，让你想要补充什么口味的，随时都有。哇，少女的红色，不错不错。美亚饮品，哇，哦，真的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酸，但我觉得它的酸是很温和的酸，然后很清爽，很解渴。蔓越莓哦，对，蔓越莓柠檬，好香哎，对，很香哎。我现在整个鼻腔通通都是那个果汁的香气。就是它先喝下去是那个果汁的酸气，然后最后的后劲是那个柠檬的香味，就是柠檬特有那个柑橘的香味。这个好喝，那也来试试看这一杯哈密瓜椰奶。哇，好南洋风哦！我觉得瞬间好像来到了东南亚。哎呦，哇，椰奶很香哎。萨瓦迪卡！哇，真的是偶一系哎！大家不要看老板他的招牌总是写的这么有特色，他打出来的果汁味道很好喝哎。对，刚刚本来想说哈密瓜跟椰奶听都没听过，想要点点看，意外的组合其实还不错哎。没有错，而且老板啊，我们刚刚现场看，他真的就是先切水果，对，然后下去打出来的原汁真的是好喝。我们现在来到三界府社区啊，它是一处典型的农村聚落，早年有绿化乡村之称。那这边也保有了不少的地方史迹，还有景观，是在水上乡中也是相当特殊的文化聚落之一。这一带啊，最特别的地景建筑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大阪式的烟窑。早期在繁盛时期，这种烟窑多达100多座哦。而且我们今天最特别的是，还认识了当地这边非常有名的熊哥。哈？刚才哦，我们遇到了其他的狗对我们狂吠哦。那有一只当地看起来年纪蛮大的熊哥黄狗狗，它还维护我们呢，去教训其他狗狗，有点感动了。不错，不愧是地方长老啊。一般印象中，水上乡并非客家人口密集地区，但2001年相关调查发现，水上乡的客家族群比例其实远高于研究所公布的3%，主因在于当地多数客家后裔长期腐老化，语言与生活习惯已高度闽南化，不少居民并未意识到自身的客家血缘背景，而三界埔正是一处典型的闽南化客家聚落。根据三界埔三柱宫的庙志记载，客家人入垦此地可追溯至明郑时期，当时随郑成功来台的居民在此落脚，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聚落中的客家族群来源相当多元，涵盖了广东、福建等地，因此也发展出与其他客庄不同的信仰形态、饮食文化与地方产业特色。客家烟楼它的建筑最大的特色就是烟楼跟住家是结合在一起的结构，这是由于烟叶它的经济价值非常的高，甚至高于稻米，而且它的制程相当的长，往往出动全家大小从早到晚长时间的烘烤，因而形成今日这一种烟楼以及住家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特色。然而，随着自动烘烟设备出现，以及烟酒公卖制度走入历史，
传统烟叶产业逐渐没落，现今留存的烟楼已相当稀少。产业转型后，当地居民多改种玉米与药草作物，其中以药草产业最具代表性，三界埔也因此被视为台湾重要的药草集散地。以仙草为主要代表作物，其产量与品质长期名列前茅，与关西、三义等地并列为全台最具代表性的仙草产区。由于三界埔是早期嘉义重要的烟叶产区之一，那为了保存这段产业记忆呢，嘉义县政府就向客家委员会争取经费，推动了绕山花文化场域工程，那就是整修了这栋旧烟叶厂，让它转型为整合艺文展演、休憩空间，还有英法健身的场域空间，让大家可以从文化层面理解产业背景。同样位于三界埔地区的协安宫里面，主祀晋国时期的忠臣介子推。据说介子推神像已经有400余年的历史了哦。让我们一起入内一睹介子推神像的真容吧。当地居民口中的大伯爷公，相传是三界埔居民祖先渡海来台时随身奉请，并落脚于此供奉，象征早期移民对忠义精神的寄托。协安宫除了百年神像外，正殿的圆柱级龙门、午门上的楹联也相当具有特色。台湾以介子推为主祀的庙宇本来就不多，相关庙联更为罕见。透过对联内容，可以窥见介子推的故事哦。我们现在来到三柱宫啊，是三界埔这边的百年庙宇，主是天上圣物。那三柱宫有跟三界埔这个地名有些渊源相关的地方哦。那首先，因为这边是位于嘉义县水上乡、中埔乡还有台南白河交界地带。那相传在明郑时期呢，郑成功为了抵抗荷兰，曾经驻军在此。那他就在此祭告天地，祈求圣母保佑。那最终也成功的安顿了这片土地，所以就将这边视为三界圣地。后来就取名叫三界埔。所以这边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许多的地名啊，或是建设，都会看到成功2个字，是不是跟郑成功赏有些相关哦？三柱宫是由嘉义地方富豪黄大章先生与三界埔居民共同集资兴建。妈祖神像分香自北港朝天宫与新港奉天宫。庙内的重建三柱宫庙宇纪念碑记载了郑成功来台后曾至此祝告天地，并将此地命名为三界埔的传说，是理解地名与历史脉络的重要线索。我们在水林乡那一集提到的严思齐，地方相传他于1625年率众进入嘉义一带打猎时，不幸感染伤寒病逝，葬于水上乡牛稠埔一带。因地处偏僻且长期位于军方管制区域内，多年来少有人烟与管理，墓园逐渐荒废，墓碑上仅留下一道被称为剑痕的痕迹。相传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曾亲赴此地祭拜严思齐，并有意整修墓园，但因建国事务繁忙，无法即刻进行。为了避免日后在荒烟蔓草中无法辨识墓址，便拔剑在碑石上刻下一道剑痕作为记号，这道剑痕也因此流传至今。没错，161记者目前位于三界埔来为大家做报道。现在这一栋看起来还看不出它是什么东西的建筑物呢？我们找资料的时候，它可是相当的漂亮哦。这是当地的志工就地取材，依照这边的特色建筑物烟楼去搭建而成的。只是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在维护哦，所以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来看这一片漂亮的土地哦。这一片漂亮的土地呢，在休耕时期呢，这边的居民会改种仙草。那在11、12月呢，仙草花盛开的时候，可是很漂亮哦。为什么会种仙草？因为现在的烟叶算是比较式微了，所以仙草算是另一项兴起的行业。再来，我们往这边来看看哦。我小时候也是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哦，古亭本，我们叫做勾本，它是迷你版的。它就是我们农村在收成时期呢，收成出来的谷物可以存放在里面。不要看它这样小小的哦，以前我小时候在阿公阿嬷家那个勾本可是很大的，我会从那个门把那个门板一片一片拆下来，爬进去里面哦。
我们终于抵达了赤兰溪地下导水工程纪念碑哦，它的位置真的是相当的隐秘。要过来这边呢，它都是那种非常小的产业道路，因此如果你们是驱车过来，务必要注意安全哦。那除了它藏得非常隐秘之外，这边也流传了一个地方传说，就是据说当时工程完成的时候有举行通水典礼，也就是所谓的水祭，就是在放水之前会请人员到地下水道，那开始放水之后，这些人就开始跑啊，象征着雨水争道。那时候顺利跑完1400公尺的话，家属就可以得到奖励金。那时候很不幸，中途不小心被水流冲走，那也没关系，家属会得到慰问金。那也象征着之后这个水就会运作的非常顺利。但太可怕了吧？4公里不会太远吧？可怕死了！赤兰溪地下导水工程是在赤兰溪河床设置引水口，将溪水导入地下暗渠系统，引流至巴掌溪，再转入稻江圳，使稻江圳得以全年稳定灌溉周边农田，是日治时期嘉南地区重要的水利建设之一。纪念碑的位置可以附城桥作为约略参考地标。喂，你好，想要买方块酥，谢谢。洪家兴方块酥是一间在地人才熟门熟路的隐藏版伴手礼老店，营业至今已超过50年，传承至第2代，仍坚持着新鲜、健康与不添加防腐剂。洪家兴主打嘉义代表性的方块酥，也贩售着蛋卷、酥饼、蝴蝶酥等众多商品，价格亲民，送礼自用2相宜，更曾获选为2010年嘉义县严选伴手礼，也获得了众多优良品质的肯定。方块酥的口味选择多元，满满的小麦香气搭配方块酥特有的酥脆层次感，一包只要70块。另外还有分量十足的 NG 西敷饼，超大一包竟然只要60元，真的是美味又实惠。蛋卷也是人气商品，奶香浓郁，甜而不腻。另外我跟我老婆都很喜欢的蝴蝶酥，除了使用真空包维持酥脆度外，更选用高乳脂含量的芬兰天然奶油制作。整体来说是一间超级好买的店家，很容易不小心就买太多啦。我跟你说，来这边要非常小心，很容易满2手都爆满啊。让我们来测试看看这个传话筒效果究竟如何。老婆，请说话。按赞了吗？订阅了吗？看到这边还不赶快动动你的小手？2000年的巴西紫檀。品皇咖啡，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吧？它的吉隆咖啡可是闻名全世界。它是起源于嘉义太保，2023年的时候呢，将他们的工厂搬移到水上交流道这边，拥有一个超级大的观光工厂啊！而且非常佛系的是，它停车免费，参观也免费，不用门票哦。那一进来就是一个展区，就是会介绍品皇的一些历史啊、咖啡的文化制成。再来就进入到重头戏，就是它的卖场区，超多伴手礼，还有那种咖啡口味的方块酥啊、肥皂跟酱油。但我觉得最吸睛的是它的试喝，你看它的试喝咖啡超佛系，免费的耶，喝爆让大家喝到饱哎，实现咖啡因自由呀，各位！而且多达8种、10种吧，没有错。并且呢，如果你们不敢喝咖啡也没有关系，它这边就有奶茶哦，太贴心了吧！真的是整个城市都是一个品皇咖啡。园区腹地宽广，馆内外设有多处咖啡主题的拍照场景与装置艺术。其中最吸睛的莫过于入口处的2根巨大千年原木，以及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巨型金色咖啡杯，绝对是一间相当有气势的观光工厂。顺着参观动线，可以认识咖啡的产地文化、制作流程与各式烘焙冲煮器具，也可搭配着导览解说、影音介绍及 DIY 体验，让不喝咖啡的人也能轻松逛懂咖啡。好多，怎么办？选择困难，全部买起来啊！吃不下那么多。
台糖他们做的冰淇淋吉亚冰。这真的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个包装真的好怀念哦，馒头口味、古早味。然后我想要那个红豆牛奶冰淇淋，在哪里？还在柜台买。在柜台啊。是没办法割舍我对红豆的爱啊。这原来你已经探听好了，我以为冰淇淋都在这边哎。No， 很重要的。没有错，在南靖车站对面这边有个南靖糖厂休闲广场，它里面的卖场有贩卖着非常古早味的冰淇淋哦。是叫做吉亚冰哦，是这样念。吉亚冰没有错，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包装。而且它这边呢，你看它上面的包装写着蒜头糖厂，它就是赠送二水那边5分车的蒜头糖厂。就是它哦，就是它。哎呀，居然见面了！那除了冰棒，还有这种也是小时候有怀念的冰淇淋，然后上面满满的红豆。它的红豆给的好多。对啊，不错，开动。其实小时候跟家人来糖厂啊，一定就是要买冰，而且那时候我们就是小孩子的目的根本不是其他，就是等着吃冰。哦，红豆好甜哦，真的，我觉得蛮好吃的。吉亚冰。哇！而且现在这种吉亚冰已经很难找到了，比较少在卖了。在北部偶尔能够买得到这种吉亚冰的，我记得是在乌来那边的桂山冰场。哎呀，一定是要有这种爽爽才是小时候的 feel 哦，解爽。你一口牛奶，然后一口花生。花生牛奶怎么样？2只冰淇淋玩出3种口味。没有哎，没有，他们没有融合，他们各过各的。对，像就是这种冰棒啊，不是吃到最后会剩中间这块嘛，然后吃前后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小心，不要让它掉下来，因为有时候吃这边的时候，这边就会掉下来，然后就会心痛，你知道吗？没有错，没有错，这倒是真的。这种冰棒啊，整只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你们看它的屁股这边，它的屁股这一段，这个角你咬下去，我会觉得所有的精华通通都累积在那边。小时候就特别爱，尤其是在它半溶不溶的时候。有时候会往下沉，是糖都沉在里面。对，糖好像都在这边。由南靖车站延伸出的糖业铁路南靖线，主要负责南靖糖厂的运糖业务，是日治时期嘉南地区重要的制糖据点之一。在糖业全盛时期，带动着水上地区的经济与人口发展。随着制糖产业式微，南靖糖厂制糖工厂已停产，园区内也陈列着战机、战车与防空洞，另设有花卉展售区，使糖厂遗址转化为兼具历史记忆与绿意休憩功能的场域。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个糖厂冰品它的看板？在9年前，2017年的时候，帅哥我年轻的时候环岛骑脚踏车也有来这个冰品这边吃冰淇淋啊！哇，就地抽优居然是9年后的事。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2水的影片还有没有好好认真的复习啊？如果没有的朋友，现在马上回去补看。在那边的28水公园台糖345号，大家还记得吗？是由嘉义的蒜头糖厂所赠送的哦。那在我们目前呢，这边这一台台糖53号，也是南靖糖厂这边的5分仔小火车。红色的好可爱哦，很可爱哦。在南靖糖厂这边的第2台小火车就是这一台编号 C24，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按编号来编码的小火车。第2大特色就是它的水箱是采用斜背式的设计，可以增加驾驶员在上方瞭望前方的视野。想不到吧，在这里面居然还有第3台小火车。这一台金光闪闪的953，它是采用金马牌的柴油机车头，由于动力强悍，当初是拖载石灰原石的哦。相信大家2水的影片应该复习完成了吧？在这个南靖糖厂这边有一台中正 F51哦，我们的铅笔战机。老婆，你刚刚讲什么？你再讲一次，你说这个像什么东西？我觉得它的机头很像圆珠笔的头。国军弟兄不要生气哦。不一样的地方是，大家看到鸡尾，2水的是虎，这边是龙，不一样。
位于水上乡的南靖车站，它可是嘉义县境内最南端的铁路车站哦。最早可追溯1901年，主要是因应当时的日唐蓬勃发展、强大的运输需求而设立的。那1910年配合南靖糖厂的建立，铁路设施就移至现址。那1943年的时候，因为嘉南大地震后重建，那车站也正式定名为南靖站，沿用至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南靖车站就是1943年后重建完成的，虽然不是日式木造的建筑，但还是保留日治时期的一些风格哦。而且啊，这边我9年前一样有来过，当时骑着单车环岛，大家看看我年轻时候的帅照哦，真的是在南靖车站前面这边合拍的。哇，开头机！想不到这一次是老婆陪在身边啊。2017年一楼一楼拜访，2026年一楼一楼和芝麻来了。仍保留着浓厚日治时期风格的南靖车站，站内可见木质售票窗口、长条候车座椅与窗框设计，墙体则采用编竹夹泥工法，是当时常见的仿砖构造技术。建筑外观呈现日式常见的不对称配置，屋顶附以瓦片，融合了日本与台湾在地建筑特色，朴实且耐看。南靖车站过去曾设有侧线通往南靖糖厂，因台铁与糖铁使用的轨距不同，为了解决不同轨距列车共用的问题，曾设置3轨铁道，使台铁货车与糖厂小火车能同时使用。这类3轨设计在早期南部糖业重镇的车站相当常见，也成为台湾糖业铁道史的重要见证。南靖火车站不仅是一处交通设施，更完整保存了台湾糖业、铁道与地方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其建筑与历史价值于2022年正式登录为历史建筑，成为嘉义地区少数人保有糖铁记忆的车站之一。没有错，今天我们来到了在地超过30年以上的水上口阿香臭豆腐。香啊！据说老板他们原本是在夜市里面销售，但是呢，老板承诺客人说，总有一天要让你们吹着冷气舒服的吃臭豆腐。如今呢，就在市场旁边这边的店面里面实践了这个诺言，非常的厉害。说到做到呢。对啊，而且这边的臭豆腐说是由天然蔬菜发酵的，所以素食的朋友也可以安心的吃。那另外的那个招牌就是大肠面线、综合面线。那我们是点综合的，里面就是说是使用东石鲜科直送。它的臭豆腐啊也很厉害哦，我们是点大份的，里面它的目前的数量多到我们数不清。大份的一份70块。很大盘，上面泡菜满满的。对啊，你会觉得看到臭豆腐上面泡菜很多，就会先给这个店家加分。你大家吃吃看，就是它的臭豆腐啊，外皮不是那种很脆到像饼干的，它是只有微酥，但内里很 juicy， 很多汤汁。哎呦，来试一试，好爽快哦。搭配这个泡菜，我觉得就是酸度跟咸度刚刚好，一起吃很好吃啊。它桌上有一大块红彤彤的酱。从一脸就觉得我很辣，对，一点就觉得我很辣。感受一下加辣拌，好辣，好吃哦！这个辣很辣吗？就是它也不是说真的很辣的不行，它是那种会一开始很刺的辣，哎呦，会刺到的辣，然后慢慢就会消散掉一点。我听得有一点瑟瑟发抖。糟来了，你们看我的辣。本来里面的那个跟汤一样，挖洞是要加辣汤的。对我老婆来说巨辣，对我来讲甜度大于辣度。真的假的？但其实我觉得加了是好吃的，加了变成另一种风味，其实我觉得是蛮好吃的，只是我可能刚刚倒太多了。在水上乡的柳林村可是藏了2处嘉义县的限定古迹哦。
分别是我们刚刚去的善德堂，还有现在所在的苦竹寺。那善德堂它是融合了台日洋的建筑风格，并且里面有很多已故彩绘大师陈玉峰老师的作品，也是台湾非常少见的宅教建筑。那为什么会在这边跟大家介绍善德堂？是因为善德堂现在里面其实还是有人居住，并且看不到狗狗好凶，我快被吓死。所以如果有要参观或拍摄的朋友，就是记得还是要跟屋主知会一声，然后不要被狗狗吓到啦。创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善德堂，于日治时期1932年进行重修，至今堂内仍保存着大量台湾已故国宝级彩绘大师陈玉峰的彩绘作品，也留有多幅清代至日治时期的匾额，风格各异。由于这些历史珍宝仍保存得相当完整，这座100年以上的历史建筑于2021年被指定为嘉义县限定古迹。建筑本体为2殿式木构建筑，整体工法以传统做法为主，同时也保留了日治时期流行的彩瓷装饰。真身墙面采洗石子工法，屋檐下仍可见块木窗构造，无论在结构、装饰或细部处理上，皆相当的细致，完美的展现了特定营造流派的特色，也具备了高度的历史、艺术价值与稀少性。至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苦竹寺，它是草创于大约清乾隆年间1750年左右，是一间以观音信仰为核心的古老寺庙。它与弥陀禅寺、半天野的紫云寺并称为嘉义城外的3大古刹，同时它也是嘉义县限定古迹哦。只是今天我们来比较可惜的是，正殿正好在装修，我们大家一起期待它接下来蜕变后的样子吧。苦竹寺草创于乾隆年间，大约1750年左右。寺名由来流传2种说法，一说为佛祖于寺前柳树题诗，入声取诗句中苦修金色观音竹的苦竹2字为名；另一说则为建寺时自福建运来的福山木材上浮现刘子霖苦竹字样，因此定名。庙内最早供奉的观音像原为内溪周庄村民黄钱所奉祀。1786年林爽文事件期间，地方庄民在战乱中向观音祈求保佑，事后感念神恩，便提议于县址重建寺庙。其后历经多次修整，现今所建的建筑为1978年完成重建的2进式格局。庙前广场上可见100年以上的家冬树，后方也可见树龄超过200年的家冬巨树。前殿外的绿色磨石子工法制作的石狮子相当罕见。后殿供奉3宝佛、祝生娘娘、妈祖与开基佛祖，两侧的壁面还留有着潘丽水大师早期的作品。在苦竹寺境内开山堂对面这个露天回廊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安置了珍贵的石狮、龙柱、石碑还有金炉。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这些石狮啊，据说到了晚上会在庙前的广场溜达开趴。不过大家来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其中一只石狮，它的脚不见了，受损。那是因为之前在修庙的时候受损，所以这只石狮已经没有办法在晚上溜达了。而且这只石狮风化的也比较严重，它脚下的小狮呢，也在1988年失踪了，只能说是能者多劳嘛。对啊，那这边我也跟大家分享一则有趣的故事哦。相传在1973年的时候呢，在寺庙的旁边要兴建水池的时候，龙柱以及壁画上面的龙纹曾经渗出红色的液体，一度被视为龙出血的神迹哦。这也引发了大量民众前来这边朝圣，但后来经调查发现，原来是钢筋水深啊，渗出锈水哦。
说到了台湾赏莲，除了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桃园观音，以及大家比较熟悉的台南白河之外呢，大家知道吗？其实嘉义水上也是一个隐藏版的莲花产地哦。由于北回归线刚好通过嘉义水上乡，日照充足，水源丰沛，因此这边也是相当著名的莲花产地。那水上乡的莲花产地大概在夏季5到7月的时候，大家可以在中和村跟中彰村一带农地赏莲。进入7月之后呢，就是莲子跟莲藕的产收季。那这时候大家也可以在水上乡农会买到相关莲子的农特产品。那如果想要吃到莲子入菜的话呢，就可以来到我们这间新兴园餐厅哦。它也是深耕多年，专注研发莲子相关料理的餐厅哦。我们今天点的是一个人600块的莲子套餐，对，就是那种有很多道。然后带回来尝尝看莲子究竟怎么入菜。好，那当然，如果你是一家人啊，或者想要吃合菜，那它这边也有这种相关的选择啊，一些中式料理，选择多多。莲花茶干杯！干杯！啊，第一次喝到莲花茶，味道怎么样呢？其实就是淡淡的，一点点香气。哇，好清爽哦。第一次喝到还不错，蛮特别的。啊，喝好像整个人都仙气起来了。刚好今天也碰到了寒流，喝个暖暖的莲花茶，不错。开动！来试试看所谓的莲花入菜究竟是怎么样。对呀，好像有摆盘哦，是要像法式料理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开始吃吗？蛮精致的，我们就从中间开始吃。哇，这个是莲藕，然后是凉菜的概念，不是甜的。第一道先来这个酸酸甜甜开胃。把这块豆皮拿起来，发现它藏了一颗爱心啊！来试试看它的台式泡菜。后劲，酸。后劲会有个酸。我很怕酸，唾液整个爆发出来。哇，它后劲的酸味很强哎。对，一开始我觉得还好，但是它是慢慢上来，现在到这边了。来南瓜汤。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常有莲子哦？应该要吧。哎呦。好像有东西，那个是莲子，这是莲子吧？对，是啦，哇，里面料蛮多的耶，表面看起来湖面平静，没想到底下暗藏汹涌啊！没有错，里面居然还藏了2尾大虾第一次喝到料这么多的南瓜汤，中式南瓜汤。下面一位来试试看他们的荷叶米糕，哇！看起来不错，漂亮哎。对啊，你在里面感觉到吸附的这个荷叶的香气，你咬下去之后，鼻腔里面是充斥着这个香气。因为它饭好吃粒粒分明的。对，下面一位，哇，这个很漂亮，里面好像应该也是有包莲子相关的东西，看起来就是福袋的样子啊。对耶，福袋很可爱。这不是欢喜天大喜的福袋吗？哇，皮薄馅多，我是觉得很用心，然后每道感觉用料都很实在，就觉得600块其实蛮 OK 的。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到这边也差不多啦。不晓得老婆你对于水上之乡呢，哪里印象最深刻呢？那你会不会变成模仿大师啊？这集下好像会有一点上头的感觉，动不动就在那边我觉得是那个北回归线地标。虽然以前就知道说台湾有北回归线经过嘛，但没想到有设立这种地标公园，而且它还经过6代的变化哦。对，真的这点蛮特别的，居然经历过6代的变化。那我对于水上这个地方呢，觉得最神奇的就是除了威廉省，严思琪也曾经出现在这边。想不到水上这边出名人啊！希望我们的频道能够沾沾光啊！没错，别忘了点选资讯栏1楼的专属连结或扫描荧幕上 QR code， 把你的 Anna Luisa 联盟带回家吧。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影片见。